来，我们接着喝啊。等一下，这酒不太对啊。少奇，你就是这儿了。哎，几位客官，里面请。小二，请问军校来的那些客人在哪个房间？啊，我带你们去。你看他得意的那个样子，走。就是这儿。好。哎，谢谢客官。怎么样？小浩，小浩，你都看到了吧？萧寒已经跟我哥哥在一起了，你就死心吧。闭嘴！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走，天太晚了，我送你回去。大哥。干嘛不让我和萧浩说话？你觉得向浩现在还有心情和你说话吗？萧寒已经跟我哥在一起了，萧浩也该死心了。即便向浩和萧寒分开了，向浩也不会和你在一起。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讨厌！你干嘛？花落之后再发芽。如果明天还能再看到晚霞，为何日夜思念的那这是个他？这辈子第一次送女孩子礼物，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太漂亮了。这个呢，你说过对你来说很重要，它代表你的过去，我代表你的未来。希望你未来的每个画面里
都有我的存在。爬满了皱纹，像血液，它如影随形。真爱如血流过青怎么睁着眼睛？春的轮回，因为我有一个很傻的想法，我怕闭上眼睛你就消失了。一念之差就伤痕累累。爱是一个心字加上一个受字，我想那就是用心去感受对方的心。我以后啊，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轻易的说要放弃你，也不会放弃我们的爱情。血流淌对你的伤悲，爱恨一念之差都破碎，我无路可退，回忆是最后的安慰。先不要紧张，我想我们应该没有发生什么事。我猜是少奇给我们下的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衣服穿上？你给我站住！小白，你干什么？沈文涛，你是不是男人？兄弟的女人你也碰？你误会了。我误会什么了？我亲眼看到你们昨天在一起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别废话！姐姐。小浩，肖教官，你还是回去吧，别再伤害小浩了。我先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没事。我要去跟小浩解释清楚。他现在那么生气，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不行，我要去跟他解释一下。小浩，你听我说，我跟你解释，你现在快下来。小浩，你能听到吗？小浩，小浩，小浩，你下来，我跟你解释清楚。你快下来，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
萧寒，你怎么了？没事吧？萧寒，听我解释。你发烧了还解释什么呀？我送你去医院。是受凉引起的高烧，送来的还算及时，再拖延下去，说不定会发展成肺炎。我给他开个退烧针，放心吧。谢谢你，苏医生。哎，对了，文涛，你上午的血液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你的血液里的确含有七氟胺，也就是我们通常做手术时使用的麻醉剂成分。你怎么会接触到这种东西？我之前拔了牙，打了麻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害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把萧寒也扯进去？你是一个女生，你知道名誉对一个女生有多重要。我认识的少奇，以前不是这样的。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有人帮你？对于害死我哥的凶手，我还要手下留情吗？萧教官一次次的宽容你，帮助你，你怎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他呢？别说了，谁要你们的帮助，谁要你们的宽容？我从来都不需要，是你们强加给我的。我对你太失望了，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能不能对得起你哥？小好。这是我的血液化验单，在我的血液里面的确有迷药的成分，所以前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是有人事先安排的。这是你和他的事，跟我没关系。信不信随便你，反正我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但是我看不起你，因为你不相信他。现在我告诉你，我爱他。我一定会跟你争。我相信沈文涛的话，他们可能是被下药了。当时饭桌上有3个酒杯，但第3个人却不见了。我没有不相信萧寒，我只是觉得。如果他不是为了沈文涛的话，求婚的事要怎么解释？我的脑子真的很乱。哎，也许萧教官真的有难言之隐，感情的事你一定要想清楚。问一问自己。倔强，才让爱上你成为一种奢望。想不顾一切为爱迷失方向，但是再努力也看不到希望。也曾
经可以伪装说过的谎，只要拥有你，心就不会彷徨。面对不完美的自己，直到能拥抱你，一直爱到底。小寒，请问一下，你好，海报上那个女孩是谁？啊，是我们的台柱子。不过几个月前她就不在这里了。她叫什么名字？她叫钱宝宝。钱宝宝。嗯。她是不是有个体弱多病的奶娘？奶娘？她的确有个体弱多病的娘，不过好像不是什么奶娘。啊，谢谢，不客气。钱宝宝，宝宝姐姐，你是？宝宝姐姐，你在火车上给我变过戏法，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哎，宝宝，宝宝是我的小名。护士，住这的肖教官呢？哦，他一大早就出院走了。我们看他已经退烧了，所以就让他先走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他没说。谢谢。哎，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我不能答应你，不管你今天说的是真还是假，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你不答应我，不会因为他吧？我不答应你不是因为谁，是因为我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你想清楚了吗？你真的要嫁给他？沈文涛，你要是想对我未婚妻说什么事的话，你就在这儿说吧。我没话跟你说。你以后去哪儿跟我说一声。我不走。最后的告别是炮火声中写下的书信一页。对不起，没有。说到这儿你还不明白啊？喜欢你。你说什么？人家喜欢你。情人节这一天呢，怎么可能没有巧克力呢？哇，那浓浓的味道，入口即化的口感，伴有苦涩但又丝滑的感觉，吃起来是那么的幸福。还记得情人节的时候，你亲手为我摘了一枝梅花，说花枝预示着爱情吗？民间传说，你还真的相信啊？相信啊。今天这朵梅花朝两个方向开了，我还以为是凶兆，而且你还偏偏不辞而别，我更有点担心了。我突然间发现，哎，这一天之间，这花枝长了好多小骨朵，你看，你看，我相信不过1-2天，这满枝的鲜花就开遍了。这哪是凶兆，这根本就是大吉兆！对不起，没有照顾好自己，不能陪着你到地老天荒。
从前有一条美人鱼，她特别漂亮，特别善良。可是，她却爱上了人类的王子。美人鱼非常痛苦，因为他们不能在一起。于是，美人鱼去问了海底的巫婆。巫婆说：“我可以把你变成人类，但是你必须忍受巨大的痛苦。”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吗？美人鱼也这么说，但就在他要变成人类的一瞬间，王子却跳进了海里。王子对他说：“我不想你忍受痛苦，我希望你做回自己。”但是这样，他就无法跟王子在一起了。王子说：“你爱我吗？只要你爱我的话，我就能永远生活在水里，永远都能跟你在一起。我爱的是那个能够治好小白的病，带我们一起打败马一眼，一起打败流寇的那个钱宝宝，而不是萧寒这个名字。我不希望你看到我，却忍受痛苦。我希望我们能够永远在一起。”因为钱宝宝不能跟向浩在一起，全世界只有萧寒才可以跟向浩在一起。我都知道，我真的很生气。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让你自己难受，也让我痛苦。因为我害怕，我害怕你生我的气，我害怕你不原谅我。我真的很生你的气，我也不想原谅你。我生气，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可我又心痛，我心痛你一个人忍受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痛苦。做回你自己吧，无论任何时候，一定要记住，任何时间，我都会在你身边。你的世界里有我就够了，我会永远保护你，好吗？钱宝宝，我爱你。我也爱你，小浩。我听不见。我也爱你。萧寒，我带着向浩一起来祭拜你。我对你有太多太多的对不起。我希望下辈子我还可以再见到你，我可以好好的报答你。萧寒，对于你遭遇的不幸，我感到很心痛。
我答应你，等极鹰战队的事宜结束，我一定处理好你的身后事。今后你的父母就是我向浩的父母，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愿你的在天之灵都能安息。从现在开始，我要把你当成钱宝宝来爱。我要了解你，我要走进你的生活。了解我的生活可没那么容易，它对你来说可能是遥远而陌生的。走，带你去个地方。行，买点东西吃。OK， 来，过来。开心吗？来，千万别哭啊！我向浩最怕女孩子哭了。开心点。哎呀，不要哭了。哎，来。哎。哎，宝宝回来了！宝宝，哎，太好了，宝宝回来了！是啊，宝宝，好想你啊！宝宝啊，你怎么跟变戏法似的？突然消失又突然回来了，我们大家想死你了。Wieso bist du so schnell weggegangen? Wir haben uns doch so viel Sorgen gemacht. Ja, sorry, mir geht's gut. Ich habe euch vermisst, Leute. Ist der dein Freund? Hübsch ist er. Ja, schön wär's. 看他气宇不凡的，是富家子弟吧？快点从实招来。是啊，我今天是特地带他来跟大家汇报的。报告，介绍一下自己啊。不好意思啊，大家好，我叫向浩，很高兴认识大家。哎，男朋友？哎，我们可都是宝宝的娘家人。你这个男朋友得通过我们的考验才算数，不然可不算数，对不对？啊，对。考什么呀？今晚准备好了吗？好胆量，好胆量，了不起。
之前你跟我表白过这么多次，我都拒绝你了，你会生我的气吗？不会的，因为之前你的身份不一样，让你身不由己。可是我想对你说，不管你是谁，我向浩都会在你身边，保护你，陪伴你。我现在想要告诉你一件事，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因为之前没有勇气跟你坦白这一切。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请你给我们彼此一个更接近幸福的机会，好吗？不好，才怪。我们别再往前走了，你才刚下地没多久，就不该一下子走那么远。我还想到前面去看看，因为前面就是龙城军校了。你好像对龙城军校特别感兴趣啊？可能是因为你在那儿工作，所以我才关注吧。以前在马戏团，然后呢？真的很开心。谢谢你啊，欧阳教官。不用谢。你的脚可以走路吗？没事儿。那我们回去吧。没事了吧？等了你晚上，你烧退了吗？没事，我没事了，我的烧已经退了。那就好。沈文涛，你明知道钱宝宝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多一个人知道他的身份，就多一份危险。什么叫多一个人？我为什么没有权利知道？难道我会害他吗？我能告诉你吗？你那么任性冲动，你能保证他的安全吗？你能保证你爹不伤害他吗？还有，你爹会让你娶一个没有家世背景的女人吗？该怎么做那是我的事情，你没有权利替我做决定。好了，别吵了。你们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人，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这样吵起来我会很难受的。你一定要对他好，不然我一定会把他抢回来。校长，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想来学校应聘教员的刘露。校长你好。正如您所见，照片上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萧寒，而站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是个冒牌货。
哎，刘露。欧阳老师向我大力的推荐你，你就介绍一下自己吧。我是江南姑苏人士，毕业于江南师专心理学系，久闻贵校，秉承新式办学思路，人才济济，成绩斐然。我听闻西方军校对学生的心理培养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战前动员和战后平复阶段，都有很多的研究。小女不才，希望利用自己的所学，为军校的人事培养贡献绵薄之力，还希望校长能给我这个机会。校长，我跟刘小姐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能确保她是个人才。江南姑苏人士，我们学校的肖老师也是那儿的人。我越看越觉得你有些眼熟，你认识我们学校的其他老师吗？不认识。龙城军校正是用人之际，我李继周也是求贤若渴啊。既然刘露自己有意投身军校，报效家国，又有欧阳老师引荐，那么自然热烈欢迎。既然你和欧阳老师这么熟悉，不如先做欧阳老师的教学秘书，你看如何啊？那就多谢校长了。欧阳老师，那你就先带刘教秘熟悉一下军校吧。是校长，那我们先出去了。爹，刚才那个叫刘露的女孩，就是那天我在军校门口看见的那个人。她也是当时沈文玉拿过来的照片上那姑娘。萧寒当时说那是他娘的干女儿。看样子，这两个姑娘之间必有蹊跷。爹，这件事儿我们一定得好好查查。这个女孩将来对我们必有大用。教学秘书这个活儿看上去有些繁琐，其实只要做上手了也没那么难，无非就是监督学生完成日常练习，管理一些档案资料，协助教员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哦，对了，一会儿就是我的体能训练课了，麻烦你去。那个人也是老师吗？他呀，他是心理学老师萧寒。别看他年纪轻轻，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他叫萧寒。是啊。他上的课很特别，自成一派，很多学生都很喜欢他。是吗？我倒想听听看。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现在日本人和德国人在我们山东青岛那一带打得热火朝天，杀的都是我们中国人，烧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房子，抢走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煤矿、码头。不管谁输谁赢，遭殃的都是我们中国人。肖教官，那依您看，德国和日本到底谁会取得胜利呢？在我看来，目前日本对德国有地利之优势，德国对日本有军事设备上的长处，两国应该势均力敌，谁胜谁负还很难说。肖教官，您同意沈文涛的意见吗？能否请您分析一下德日战争？李同学提的这个问题很有建设性，不知道同学们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同学之间的探讨，我觉得可以课后进行。我们现在应该抓紧这难得的上课讲解时间，请肖教官讲讲您在德国多年的感受，顺便分析一下德日战争。这个德国，我是在德国住过一段时间。德国人他们对军事的问题就是，德国人就是有一点，
有点什么？你可不可以大声点？我耳朵不是特别好。可以。德国人的军事思想有点不够灵活，过于严谨。对，就是这样。德国人做事讲究严谨，力求精益求精，战术制定也非常的严格，决策机制遵循体系，基层战术单位绝对不会违背战役要求，会非常好的执行各项命令，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不过说到日德战争嘛，其实更应该看好的是日本才对。德国的主战场在欧洲，而且是东西两线作战，远东的战事很难投入全力，而且战争一旦开始，后勤补给至关重要。而日本在这点上有很大的优势。相反，德国战线补给太长，长期的消耗会令他们难以坚持。肖教官，你说我说的对吗？肖教官，不好意思，打扰你讲课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露，是新来的助教。大家欢迎刘助教。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你救了我娘，我却冒用了你的身份，还顶替你教官的位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晚，我亲眼看见你跌下火车，我以为你死了。当时，我娘的病又很危急，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才想到这个办法的。不管你有多大的苦衷，都不可以像个小偷一样偷走我的身份。你达到目的一走了之之后，剩下的烂摊子该谁负责？军校的师生会作何反应？大帅那边如何交代？我又该怎么办啊？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你能把身份还给我吗？刘露是不是认识钱宝宝？进去再说吧。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刘露，才是你真正的未婚妻，萧寒。你说什么？之前萧夫人给萧寒寄来信件，恰好信件破损，让我看到了萧家母女合影。没错，她是萧寒。这么说，她没有死？不好！哎，你去哪儿？这个时候萧寒肯定会去找宝宝，我不能让他伤害她。你不能去，
你现在去，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那你说萧寒会不会揭露他呀？既然他化名进入军校，今天也没有揭穿他的身份，我想他是另有谋划。这也能说明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除了你，还有谁看过他们母女合影？文宇之前拿着照片去找过李继周，他们都看过。文宇还好说，可是李继周这个老狐狸，肯定会抓住这点不放。我想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要先消除他们的疑心，然后稳住萧寒。进来。校长，你找我？你们来到我们龙城军校，就应该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敢撒谎，也没有任何人敢心存侥幸。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人都死了。我现在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说吧，你们谁在撒谎？是我在说谎。没错，就是他在说谎。他不但抢了我的东西，他也不是个好人。他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其实我是我的亲姐姐，并非我的干姐姐。那你为什么当时说不认识他？因为我讨厌他。你一开始说不认识他，现在又说她是你的亲姐姐，你是在戏弄我吗？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件事情是我们萧家的秘密。其实我跟她是同父异母的姐妹。本来该去留洋的人是我，该成为老师的人也是我，只不过因为我爹疼她，她就顶替了我的位置。把本该属于我的一切都让给了他。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向他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此事事关重大，我得给萧家打个电话。李校长，这个电话我劝您不要打。这件事情是我爹最大的心结，你这样贸然的问他，他恐怕也不愿意提起。万一他要是在大帅面前多说了几句，恐怕对你也不利啊。好啊，此事就到此为止。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不要以为你说几句道歉的话，我就能原谅你。在拿回我的东西前，我是不会认你的。我一定会把属于你的东西全部都还给你。行了，这里是军校，不是你们家后院。既然你们都没有说谎，这次就算了。不过我再提醒你们一次，别因为私人恩怨影响到学校的秩序。我会让人一直盯着你们的。出去吧。谢谢你，没有在校长面前揭穿我。我没有揭穿你，但并不代表我已经原谅你了。只是有一个明事理的人，
让我不要冲动。我知道，你才是真正的肖教官。别担心，我是特意过来请求你帮忙的。我想请你，千万不要揭穿他的身份。你为什么要帮他？这不仅仅是在帮他，也是在帮你。军校绝不允许谎言。以现在的情势，如果你贸然行动的话，也会给你带来危险。爹，问出他们的关系了？没有，他们抵死不认。这就奇怪了，难道他们之前串通好了？可是我刚刚还在后山听到他们吵架呢。他们之间一定有古怪，好好派人盯着他们。目前看来，他们的警惕性非常之高，你可得小心些，让手下别露出马脚来。爹，你就放心吧。这次我一定搞定。你次次都说会搞定，好像真的我每次都是这么说的。但是相信我，这次一定搞定。说话算话。快点，来了！对不起啊。我都知道了。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我也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你受的伤害，你的遭遇，我都听说了。谢谢你，谢谢你理解他的难处。他确实不是故意冒用你的身份。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但我不知道这出恶作剧要怎么收场。可是有很多事情都因为这场恶作剧改变了。改变了什么？我没有在开往龙城的列车上遇到你，我遇到的是钱宝宝。你也没有成为我的教官，而是他。他鼓励我，帮助我，陪伴我。其实我和钱宝宝，小浩，小浩的意思是说，我是他的班主任，我之前帮他通过了极鹰战队前3轮预选赛。刘璐，你的办公室安排好了，我带你去看看。好，我这就去。你没事吧？没事。就是这样，我在军校医院躺了2个多月，幸好老天保佑，我总算是醒了过来，捡回了一条命。多亏了欧阳教官救了你的命，而且还一直默默地照顾着你。我是应该谢谢欧阳教官，可真正救活我的人是你。你知道吗？在我昏迷的时候，是想要见你的愿望支撑着我，跟死神一次又一次的博弈。我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好不容易来到龙城，好不容易要见到你，我不能死掉。你还记得吗？5岁那年，我当时失足掉进了河里面，
是你救了我。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嫁给你。我这不记得这事儿了。你不记得也没关系，因为以后我们会有许多新的、美好的回忆。这10几年来，我心里一直都有你。我每长大1岁，我心里的你也长大1岁。我总是用想象去编织你的样子，没想到现在你就站在我的面前，感觉又真切又温暖。让你失望了吧？今天一天很难过吧？其实，在开始我们这段感情之前，我也想过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我没有想过要害怕。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困难，我跟他都有能力去解决。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萧寒有一天会回来。他那么好，我欠他那么多，我跟萧浩不可以在一起了。你的理智告诉你，你不可以跟他在一起，可感情上，你根本控制不了。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你们好好聊聊吧。我知道你今天很难过，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不管怎样，我都不会离开你。我想过了，我要带你离开这里。你不想做极鹰战队的队长了？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虽然我们之前的关系还没有和解，但我想在龙城军校里，我能请教这个问题的也只有你了。你看我这儿是不是织错了？你知道这里的时候要返回来再拉2针，要不然这样的话没有办法穿的。还有后背你织得太高了，在这里拉一下就可以。这是我送给向浩的第1件礼物，我真希望他能喜欢。不知道这个衣服合不合他的身，不知道这个款式合不合他的意。我觉得这件衣服肯定合身。
是吗？嗯。你有一个朝思暮想的男人，但是你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军校念书，又为什么一定要去当精英战队的队长了。为什么？第一，我不是想稳固家业；第二，我也不想和沈文涛一决高下，争什么面子。我是想要改变这军阀混战、暗无天日的恶世道。我是想拥有一种可以建立新制度的力量，拯救百姓，做一个跟我爹完全不一样的人。小浩，对不起，我不能这么自私。这是去阳城的火车票，是时候离开了。我是要走，但不是现在。萧寒已经来了，他随时会揭穿你的身份。我知道你放不下向浩，但你不应该这样。如果我这样一走了之的话，按照向浩的性格，不管我到哪里，他都会把我找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一起走，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知道向浩可以为了我放弃一切，但是我却不能那样做。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当上极鹰战队队长，而萧寒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向浩。如果我把向浩带走，那萧寒这辈子都不会快乐的。我不能既毁了向浩的前程，又毁了萧寒的梦想。我不能这么自私，所以我要留下来，留下来让向浩死心。只有这样，我才能了无遗憾地离开。你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傻的姑娘，永远只为别人考虑，却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我了解你的性格，你做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谁叫我是你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呢？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一直支持你，保护你的。你也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傻的男人了。怎么了，向浩？才1个小时，你就不行了？我告诉你们，这只是我们极鹰战队最基本的训练，你们每个人都得这么练。我再给你们讲一遍，为什么要练举枪？长时间举枪，就是让你们的手臂肌肉产生记忆，这样才能做到人枪合一，到战场上才能做出最快、最准确的反应。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小浩，哎，我看这个刘助教不简单呐，说话一套套的，一边说还一边往外蹦洋词儿，肚子里的墨水不少啊，你知道吗？他今天跟我讲黑格尔和尼采，我根本听不懂。他俩是谁啊？啊？我也听不懂。哎，我觉得刘助教比肖教官厉害多了。我倒是觉得他们两个都不错，只是教学方法不一样而已。不过说了也怪，肖教官来了这么久了，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写过德文。德文词儿嘛，也就来来回回蹦那么几个。如果肖老师写德文、念德文，你们会懂吗？那倒也是。哇！
小斗牛。你，拜托你不要这样好不好？让别人看见了不好。让人看见怎么了？咱们俩可是有婚约的。你明明知道跟你有婚约的人不是我。不是。肖教官，我来帮你拿。谢谢。对不起，对不起。我有些话要说。这些花不应该属于我。这束花，我这个人一辈子都属于你。你是属于萧寒的，我不能抢走他的东西。爱情不是东西，他偷走不了。我有自己的选择，我的心里只有你。可是我只要一想到萧寒，就会很心痛。想起他从火车上掉下去那无助的样子，想到他帮了我那么多，想到他的身份被我替代之后，他那种委屈，那种痛苦。他那么善良，那么真诚，他还救过我娘，我怎么可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他？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越努力越错。真的要离开我吗？学生的教务档案放在第3个抽屉里，这些都是批好的，麻烦你帮我整理一下，然后再安排一个。刘露，你怎么了？不好意思啊，我没什么。自从我认识你起，你好像有很多心事，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的吗？真没事，我很好，谢谢你的好意。我先走了。如果花落之后再发芽，如果明天还能再看到晚霞，为何日夜思念的那个他，时间给不了回答？当我们种下花季的梦，这一生不用见证也能够重温那个面孔，不会爬满了皱纹，像血液它如影随形。有事吗？好久没见了。是吗？我没在意。我5岁跟爹娘一起离开了龙城，一晃10几年了。
这还是第一次回来，龙城好多地方我都不认得了。不过还好，你在。小寒，我们都长大了，人们可能永远都活在回忆中。我也不再是当年的夏浩了。没关系，我们还有好多时间重新认识彼此。这个周末，你有空吗？有事吗？我想让你做我龙城的向导，一点一点找回当年的回忆。对不起，基因战队的决选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得留在军校训练。没关系，那等你闲下来再说。用点劲儿，用力，腿，挡，来，再来，下一个，用点力，腿，来，挡，挡，你吃饭了没有？下一个。用力，来，快一点，好，下一个，来，下一个，下一个，来，挡，腿。教官，你不公平啊！你太优待夏浩了吧？怎么像肖教官一样对他那么好啊？好，入列。郭小白出列。啊？出列。喊你呢，出列。来。挡！有没有劲儿你？起来，继续。来，来啊！起来！哎，沈助教，你来军校多久了？2个月了吧。那你一定对那些学生挺了解的吧？我到现在还有好多学生对不上号呢。你多跟他们待一段时间，自然就熟了。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还挺奇怪的。我怎么觉着肖老师和那个向浩关系不一般啊？他们俩关系当然不一般，他们……文宇，肖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向浩是班里最不守规矩的学员，多亏了肖老师，向浩才能通过精英战队前3轮的入选考试。那他们就没有别的关系？他们啊，这姑娘倒是跟我关系不一般，她是我妹妹。爹让我们俩回家吃饭了，走吧。走啊！
在学校喝酒，你不想活了？老大，你最近是不是跟肖教官关系不太好啊？你说说，哥们儿帮你分忧啊！嘘，你干嘛？去，睡觉去。不是，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都什么时候了，我睡觉啊？他都这样了，喝那么多酒，你看。你跟我讲，你跟肖教官分手是不是？就你话多，你再多说一句，我就给你贴封条了啊！我哪天话都多呀？你跟我说，你跟肖教官分手是不是因为刘露？我看到刘露经常找你，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这怎么了？你不该叫顾小白，你该叫顾大傻子。小浩，你怎么来了？这里是教工宿舍。小浩，你这样会被别人看见的。小浩，我不管，我现在就带你走。你喝酒了？跟我走吧。不能走。你有没有想过，走了萧寒怎么办？你的良心过得去吗？可我爱的是你，我不能没有你。宝宝，我们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回了，好吗？我们不能走。你知道萧寒为什么会掉下火车吗？你记不记得，当初在火车上，杀手被击毙之后，你跑到我的车厢，向我道歉，说你亏欠了我。其实你亏欠的人不是我，是萧寒。他是被杀手刺了一刀之后，才掉下火车的。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掉下去。你明白吗？我们不能在一起。不可能！不，我们欠的太多了，放手吧。小浩，不放！小浩，不放！我来帮你们拿吧。肖教官，
你看我粗心大意的，真是个不合格的助教。多谢啊。没关系，有我帮你呢。你现在帮我，也不见得任何事情都帮得了我。能帮上忙的，我都会尽力。哎，欧阳教官，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说。你说，怎么才能判断一个人的心里是不是爱着一个人啊？这个，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关注他，对他好。他开心的时候，你跟着一起开心；他不开心的时候，你比他更不开心。那这么说来的话，我的感觉有可能是真的了。我现在虽然苏醒了，但我的噩梦仿佛刚刚开始。梦是假的，凡事都应该往好处想，别胡思乱想。我也希望是我想多了。不过，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经历了这么多，我明白了一件事：你试图用善良去感化别人，可这个世界未必会用善良来回应你。钱宝宝，萧寒，怎么样？这几天在军校过得还习惯吗？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这里的生活原本就属于我，我当然很习惯。哦，对了，你知道吗？最近我在学校里听到了一些有趣的笑话。说你和向浩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你说好笑不好笑？向浩和萧寒是未婚夫妻的关系，学校里很多人都知道，可能是学生课后无聊，喜欢编些花边新闻来消遣消遣吧。你是一个好姑娘，冒用我的身份也是出于一片孝心，又哪里会连我的未婚夫都一起偷走呢？对吧？你的耳环真好看啊！不过看这样式和材质，应该挺贵的吧？我记得你的家境好像挺贫困的，就是因为没钱给你娘治病，才冒用了我的身份来到军校，不是吗？是啊。那想必这么名贵的首饰，一定是朋友送的吧？对，就是一个朋友送的。我倒是挺喜欢的，能不能借我戴一戴啊？怎么？我把身份都借你用了，就管你借副耳环戴戴，你都不肯啊？当然可以啊。刘露，听说你和萧教官是干姐妹，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关系一点都不好啊？你可真会想象，我们两个只是性格不同，经常闹些小别扭。
我记得你上次问过我，萧寒和向浩到底是什么关系？都怪我哥突然来打岔，害得我话还没说完呢。萧寒跟向浩啊，他们俩的关系可是好的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呀。是吗？可我怎么听说，他们虽然定了娃娃亲，可是郎无情，妾也无意啊。他们俩的关系全校都知道，只有你认为他们是郎无情，妾无意。不过我倒是挺好奇的，你这个说法啊，是从哪儿听来的？不过我更好奇呀，他们俩的关系这么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闹得特别僵，好像就是从你来报道那天开始的。你说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沈助教，肖教官呢？他是教官，我是助教，他怎么会告诉我他的行程？这是集运班的出勤表，不合格的都标注出来了。我有任务要出校一趟，你跟肖教官说，这些不合格的学员必须按校规受惩处。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了，今天必须解决。哎，肖教官，这是谢主任让我转交给你的。这些考勤不合格的学员必须受到惩罚，由你亲自负责监督。那你看，这次考勤向浩是全校最差的，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需要执行严厉的惩戒。如果萧寒对向浩有情的话，这一次他一定会拼死替向浩求情，好让向浩逃过惩戒。这份考勤表中，向浩的缺席是整个极阴战队预备班中最多的。按照军校的规章制度，缺席最多的人要加罚匍匐前进2公里。我知道了，我会马上执行对向浩的惩戒。可是，这个惩戒是不是太严重了？这是军校的规章制度，唯有这样，他才能吸取教训，下次不敢再犯。使劲！小浩，你是后备班考勤最差的学员，而且你还屡次违反校纪，必须重罚，以正校规。按照学校校规第8条，罚你匍匐行进2公里。像我这样屡教不改的学生，罚2公里哪够？怎么也得背着负重罚4公里吧？既然向浩同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反省，我没有理由拒绝。开始吧。